体里灰尘不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放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，空气里会沉溺中模糊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安哥刚说他会租一间高级公寓给我们住，你要跟他同居？对，我不去。英国你不去，我已经顺着你了。这次不由得你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Win， 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，没有人能够强逼我。我现在只是通知你，不是跟你商量。等你21岁可以自己签约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现在你只要服从我的命令 ，just obey my order, understand? Yes, Mom。这是安哥刚向你说的话吗？不错 ，rubbish。Win， 妈妈咪别理他。你可是名校的学生，最好跟我成熟理智一点，不要像兰娜一样言行举止像个小太妹。妈咪，我不会跟他去的。我要跟我 daddy。不，你要去。为什么？那如果那个男人真的那么坏，你去了就可以保护你妈咪啊。他那么迷恋他，都不能去抬出他的话来压人，那就让他受罪好了。我管不着那么多，我就需要跟我 daddy。来，请进。哎 ，Stephanie 你来啦！佳玉，哎，怎么在这里的？哦，这是我家翁的店啊，我一有空就过来帮忙的。是吗？嗯。Joe，怎么没听你提起啊？哦，我妹妹说先别告诉你，要给你个 surprise。真的是 surprise 啊！佳玉，你老公在不在啊？哦，我老公他出国公干了。哎，对了 ，Stephanie 你喜欢吃什么？这一餐由我请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早知道就不敢来了。哎呀，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的。我们这里呢有著名的烤鱼跟炸鱼哦。哎，来坐坐坐。哎，坐。呀。你叫你妹妹，为什么好像在叫老婆一样啊？都习惯了。我小时候一直叫她小名，小鹿，爹爹的意思。对，小鹿是我的小名，我都跟她讲不要这样叫我，人家听了会误会我们是夫妻的。坐。唉，二姐他们真的是抢钱抢得走火入魔了。都叫惯了，有时候要改口还真不容易呢。爹爹，我看烤鱼跟炸鱼快上吧，让 Stephanie 尝尝2种不同的味道啊。哦 ，OK， 我马上帮你弄哈。哎，你慢坐啊。想上洗手间？哦，洗手间啊，哎，在那里呀。你干什么 ？Stephanie 很怕上外面厕所的，在上厕所之前一定要确保厕所是干净的。哎，那你就叫他不要大小便，你干嘛要替他紧张啊？在这里我才亲自进来看看，如果在外面，我只交代餐厅的经理就行啦。哎，没什么的。你还说没什么？你现在跟一个跟班有什么不同啊？哦，是不是 Stephanie 现在叫你替他骂屁股，你也要照做？哎呀，你啊，现在我们是要抢人家的钱啊，就算是单跟班那也没办法啊。
现在在我眼里啊，这间已经不是厕所了，是一间钱库。好了好了，我就替我们的钱库喷一下清香剂，用心了吧？多喷几下啊！Stephanie， 可以上洗手间了。好，来。很干净了。雅琪啊，今天是什么汤啊？奶油蘑菇汤。还好。Stephanie 最不喜欢洋葱的味道了。他是不是哥啊？吸血僵尸啊！一看到洋葱就原形毕露啊！爹啊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今天一看见他我就浑身不舒服。二姐夫啊，二姐是妒忌你对她那么殷勤。就是嘛，连人家上个厕所你都那么紧张，她是皇太后，你是李莲英啊！哦，也是你叫我冒充你哥哥去讨她欢心的啊！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做得那么好吗？做得好也怪我。你们别吵了，她出来啦。人家出来了，出去吧。我不想当太监了。哦，这个时候还要跟我怄气啊？OK 啦 ，OK 啦，是我错啦 ，Sorry 啦，对不起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。二姐啊，你们这又何必呢？搞得在人家面前啊，夫妻变成兄妹。哎呀，你不明白，那个 Stephanie 很色的，她一看见耀祖就流口水啊。我就是看她这个样子啊，所以就叫耀祖去咪咪她喽。那你明知道她色，还送药入虎口？哦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警告过耀祖，不准跟她乱来。你以为二姐夫真的是李莲英啊？男人在这方面的自制力是很低的。喂，雅喜，你真坏嘞！我好不容易说服我自己，你现在又弄乱我。我只是很不赞同你这么做。你当然是不赞同咯，你不愁吃不愁穿。等你有一天一无所有，没钱开饭，没钱给孩子读书，没钱看医生动手术的时候，即使要你去做鸡啊，你都只好认了。小心烫啊！这很烫啊，周，帮我吹一吹。好。岂有此理！连汤都要跟人家吹。哎，耀祖， Oh my god， 糟了！回来了。英国好玩吗？好玩！我买了一件外套给你，你老婆也有份。哎，大姐啊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啊。来，什么事？哎 ，Stephanie 啊，哎，来，趁着吃。周他老婆吗？哦，我大哥已经跟他老婆离婚了啦。哦，怎么样？汤的温度还好吧？还好。周，我不知道你已经结过婚了。是啊，我已经离婚了。我知道，你妹妹刚告诉我，为什么离婚？这死妖精，连这样都要追根究底。我也真是的，这么私人的问题怎么可以问呢？慧周，我真的想多了解你一点啊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生意失败了，我老婆嫌弃我，所以就跟我离婚了。哎呀，笨死了你！什么生意失败？那谁还敢叫你打理业务啊？你好可怜啊！你老婆怎么可以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离开你呢？人家说一个人没有失败过，就不懂得珍惜成功。那周，你来帮我，我看准你一定会成功的。Stephanie 啊，以前我不敢答应你，那是因为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信心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对我真的很大的鼓励。我一定不负你的信任，我一定会看好你的生意的。那你是答应了？
太好了，你要多少酬劳？这酬劳嘛，2万。2万。Stephanie， 如果你觉得2万2万太少了吧？我们在香港、上海、台湾还有日本的 CEO， 起码那5、6万的薪水啊，这还不包括分红呢。CEO？ 你要请我当 CEO？ 那当然啦，我们公司卖的是 high class 名牌货，随便只表到5、6万块啦。我们公司的 CEO 怎么可以这么 cheap 呢？那 Joe， 这样吧，你吃亏一点，我1个月先给你5万块。如果公司的业绩好的话，我就调整你的薪水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，好的，OK， 好啊 ，OK， 拜。哎，好吃吗 ，Stephanie？ 好吃啊。Excuse me， 我先上洗手间。黄耀祖，现在人家有5万块请你当 CEO。Yes， 你真棒，你太棒了。喂，他真的很棒啊。什么很棒？你哥哥 Joe 啊，他的功夫可不赖呢。你讲什么功夫啊 ，Stephanie？ 不是吧？儿童不宜呀。砸吧，反正我活得也够烦了。烦？你少来了，黄耀祖哈！你风流还来不及啊，你烦？风流？你以为我跟他？你以为我跟他容易啊？我是有自尊的啊！现在要我出卖自己去巴结他，我也是人啊！你以为我心里不痛苦吗？我这不是风流，我这是下流。我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，我下流啊！你砸吧，就要砸死我，砸这里来！你少在我面前演戏啊，王耀祖啊！人家还在我面前赞你功夫有多好啊！你看他波涛汹涌，屁股大大的，你的魂魄不知道早就飞到哪里去，还在我面前假惺惺，讲什么自尊的哈 ？Please 啦，你有没有去问过那个女人啊？她是不是做了拢胸拢屁股的手术？这样的女人你也要上哈？你去死啊！你去死啊！你。哎呀，都是我衰啦，是我叫你去灌他的迷汤的啦。可是我之前已经跟你讲了嘛，不准你跟他上床，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你自己讲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种话？有，那你还跟他上？你是不是看到人家前凸后凸，你就什么都忘记了？不是这样的。我去他的房间。看他打开保险箱，哇，里面有好多名贵的手表和首饰啊！那这个5万，那个10万，看到我眼花缭乱啊！还有啊，他一条内裤镶着钻石，那条内裤也要3万多块的。So what？那又怎么样？那是他却没有 taste， 只会炫耀财富。对啊，他是 cheap 啊，他是没有 taste。不过我们现在要抢钱，要不择手段去抢钱。那他手里拿着2万多块的手表。旁边放这个80万的手表，他有的是钱啊，100万、200万，对他来说就好像拿来擦皮地的纸巾一样。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啊，李亚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钱啊 ，money 钱啊。那如果我不听他的话，你说他会给我手表，给我当 CEO， 给我其他的好处吗？我不能失去这种机会的。我们现在就好像遇到海难一样，船沉了。全家人在茫茫的大海中漂流，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救生圈。
如果我们不赶快抓紧他的话，恐怕以后再也碰不到了。我当时心想，只要身体跟他上床，心不要就可以了。你真的是病啊，主公，你是哑，恶心死了你！是啊，我知道我很恶心，不过我一想到有机会再恢复以前的生活，甚至过得更好，我就什么也不顾了。你看，你想想，那如果我每个月可以赚5万块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以前的日子？嗯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花的，我们不用再伤脑筋了。我们甚至可以向银行贷款，重建我们那2间烧掉的店屋，再租出去赚钱。那时候，一切可以恢复原状。你可以天天泡你的 SPA， 去 shopping， 去喝你的下午茶。拉娜和 Patrick 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们就当作发一场噩梦，梦醒后，该在的还在，该拥有的还拥有，那多好啊！哎呀，我当然希望恢复以前的日子，可是爹，我真的不要失去你，我真的不要失去你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 very much， 我宁愿放弃一切，我都不要失去你啊，爹。如果你真的不放心，不如我们取消计划吧。取消计划？老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我看到你那么伤心，我真的很难过的。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要了，我不要再出卖自己，我要全心全意的爱你。我不要当什么 CEO， 别说是5万、50万，甚至500万，我也不稀罕了。爹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马上去拒绝他。哎呀，你不要去，你神经病啊！你都已经跟他上床了，你不去当 CEO，那不是便宜了他？那万一他又要我跟他，万一他真的要，那你的心里就想着我喽。爹。Hi Eric。哎，嗨 Mango， 你好。 Hello。男主角。哎，嗨，谢谢你来宝岛相助啊。下午茶算你的。没问题。你在干嘛？修道具啊？这些不是道具，这些呢都是以前我阿公那个年代用的。那时候我们的店在新加坡河附近，专做酒吧行和白米生意，后来才转做干托代理。这些东西啊很有纪念价值的，所以我把它们全部保留下来，好像宝贝一样。今天你这第3代会饮水思源，你阿公知道了一定很开心的。做人一定要饮水思源，要不然呢永远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。菲利，可以开始了。好 ，OK。很紧张啊？从来都没有试过这么紧张过。在找什么啊？找后门溜走啊！你想临阵退缩？献丑不如长拙嘛。放心吧，有我这个形象顾问在，以前我那些广告客户啊，对我很有信心的。所以我才要你来做指导不可。不要太表演喽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减肥效果还不错啦。可是好像还有点肥油啊。没关系啦，有一点油才像个生意人啊。形象顾问啊，可不可以帮我跟他们说一声，不要拍到我这张丑脸啊？不行，人家就是对你这张脸有兴趣啊。可是我怕影响到罐头的销路啊。走吧。免来，看着我的镜头，下一个，OK 好，再来一个，给笑的自然点 ，OK 很好 OK， Philip， 现在我们要拍你全裸。不是吧？真的要脱光啊？是啊。假死。拖把。啊？摄影师会巧妙的取镜的。可是
难度还是很大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为了你家族生意，你就拼了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就拼了吧。好，菲利，站出来一点。哎呀，把你手拿开了，不是维纳斯。菲利，笑得自然一点。你脱光光站在这里，我看你笑不笑得出。好了好了，对着我镜头。下一个。我阿公说啊，他当年呢是偷偷坐船到新加坡的。他一到岸的时候呢，就被那些海员发现。那个海员啊，脱光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抛下海里去。他一爬上岸的时候啊，全身光溜溜的，还要找那个藤萝来遮身体的。所以刚才你拍照的时候，就想起你的阿公啊？我想起当年他的处境，肯定比我难看几百倍。可是他还是熬过来了。对啊，他辛辛苦苦给了我们家族事业。不过人家说啊，创业难，守业更难，一点都没错。上一代啊，辛辛苦苦建立的事业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往往却因为争权夺利而把事业给毁了。所以人家才会说富不过三代。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呢，不只要守业，还要开阔新的业务，这样家族事业才能够更上一层楼。我最近计划在中国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计划把中国一些有潜力的商品重新包装，推到世界各地去。这主意不错啊。可是我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帮我。那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有一间猎人头公司呢在帮我找，但是还没有合意的。不过他们提议的一位人选，我倒很希望会成功。这个人你也认识？是吗？是谁啊？你看看，适合吗？我也希望你能够帮我说服他。前2天是不是有家猎人头公司找你？是啊，可是你连问都没问就一口拒绝了。我不知道是你的公司啊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还会拒绝吗？我了解的，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，如果有一天你的炸鱼店生意上了轨道，你想重新开始你的事业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把我放在第一位。好。太好了，我有一样东西给你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它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先闭上眼睛。别故弄玄虚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给你求婚戒指的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可以了。这是不是你一直在找的？昨天我们一些部门换办公室，清掉了一些东西。我在杂物堆里看到它，很奇怪，当时好像有把声音跟我说：“拿起来，拿起来。”我真的拿起来一翻，马上就看到了你的名字，我就知道这是你一直在找的。谢谢你，菲利。雅喜，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篇日记。当你在读它的时候，也许我已经飞越千山万水，正在回来的途中了。我读过一篇故事，有一天，弘一大师来吃饭，他只吃了一道咸菜。人家问他：“难道你不嫌这咸菜太咸了吗？”弘一大师回答说：“咸，有咸的味道。”他吃完后，就去倒了杯白开水来喝。人家又问他：“难道没有茶叶吗？这是淡而无味的开水啊！”弘一大师笑着说：“淡，有淡的味道。”雅喜，这一年我将会怎么度过，我无法预知。我并不是不知道此行会有风险，但是不管人生是咸是淡，我都会用心去体会。我深信我们会在明天相聚，但是如果不能，也无需为我伤心，好好的保重你自己。
去品尝你人生的滋味吧。佳琪，你是不是早有预感？预感到你不再回来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还要去？为什么？是你二姐告诉我，你来了这里。雅琪，别这样。虽然我跟罗医生交往不深，不过我知道，他绝不想看到你流泪。他希望你开心、幸福地活下去。子碧，佳琪他没死，他没死。雅琪。你别这样，他真的没死。是他没死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他永远都没有死。William 辞职了。我昨天就觉得他有点古怪，真担心他会辞职，没想到真的发生了。他今天一来就把辞职信交给大姐了。他一向都听大姐的，大姐留他，他应该会再考虑。什么？人家大姐都没有留他。什么？大姐说啊，哦，你要走啊？什么时候？William 他还说啊，他什么时候走都没有关系，最重要是不要影响工作，由你跟大姐来决定。哼，你猜大姐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大姐说，哦，其实啊，有没有你都没有关系。哼，她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就是咯，太没有人情味了。大姐还说，那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，你今天就可以走了。哼，这个大姐真是的。那 William 呢？他现在在杂物室里收拾东西。哎呀 ，William， 你不要走。我已经辞职了，佳琪她也。我不管大姐怎么跟你说，我就是不准你走。怎么了？我才出国几天，一回来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我要 William 留下来，我要他走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你听到了？是他自己要走的，没有人拿刀逼他的。William， 你出去一下，让我跟大姐谈。哦。有什么好谈的？只不过是个员工走而已嘛，需要那么大惊小怪吗？大姐，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人家William待在快乐园那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连挽留的一声都没有。做人何必那么虚伪？合则来，不合则去。好的员工，为公司带来盈利的员工，多钱我们都给。可是那些可有可无的，即使他不走，都要把他踢走，因为这只会拖垮你的企业。哈，你的意思是说William是可有可无的喽？不是吗？他呆头呆脑、笨手笨脚的，还好他先说要走，要不然的话我也炒他鱿鱼的。话不能那么说。William 的勤劳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勤劳做牛啊，牛最勤劳了，从早到晚都在耕田。问题是现在是个电脑化、机械化的时代，如果一部耕土机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还需要养一头牛来耕田吗？不错，这是电脑化、机械化的时代，不过在很多行业还是脱离不了人的因素。对呀，大姐，你不要动不动就电脑化、机械化，电脑跟机械还不是要人来操作的。现在的人最厉害就是把什么都推给电脑，可是一出现问题就说是电脑的错，不关人的屁事。对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。一间有前途的公司一定要懂得善用人力，并且了解到不是每个员工的工作能力都一样的。你要去发掘他们的优点，改进他们的缺点，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，这样公司才会有前途。好像 William。他在学习能力上是慢了一些，可是他做事负责，
不斤斤计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爱快乐鱼，他对快乐有归属感。像他这样的员工，我们应该尽力的去挽留，而不是说出即使他不走也要炒掉他这么绝情的话。我们这里不是慈善机构，即使是慈善机构，我们要花钱请一个厉害的人来筹款，要不然的话1分钱也休想筹到。这个社会本来就这么残酷，那么现实的。我们要的是个人才，不是庸才。我看你才是庸才呀！你说什么？什么不是吗？如果你当老板的话，迟早公司会关门大吉啊！这里罗老，你说完，你给我出去啊！我干嘛要走啊？你真的以为快乐鱼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罗嘉欣？这间店是属于我们罗家的。店里最忙、最不够人手的时候，你跑去哪里？你跑去法国、英国帕托啊！我要不是看在雅喜份上，我会1分钱都不收留的，留在店里帮忙。我现在讲你1、2句不中听的话，你就赶我走，你真的以为你是总裁啊？我不走，我干嘛要走啊？你不要因为我伤了和气好不好？雅喜啊，我昨天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想通了，我真的想通了。其实佳琪要我留下来的话，我也不会留下来的。雅喜，我很感激你，除了老板娘之外，只有你觉得我不笨，我有用。这可见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看不起我的，是你跟老板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勇气出去外面闯一闯。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我这一辈子都感激你们。我走了。William，你等一等，我把工钱算给你。不用了，雅喜。你等我一下。该请的人都请了，该办的事都办了，再过2天啊，快乐鱼就可以完全耳目一新了。那么快啊？做事情当然要干净利落了。怎么，有问题啊？我那老爸跑去坐邮轮，我还没机会跟他谈。我那弟父啊，这2天跟我斗气，看到我好像看到鬼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也没跟他谈。我想啊，这计划是不是可以暂缓一下？你做事情3心2意，举棋不定，怎么能够成大事啊？我不是举棋不定，问题是店是我父亲的名字，而负责店务的又还有我弟父。那不是问题，你爸爸一向都不管事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，他只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。至于你的弟父，把他剔除出去就一了百了了。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要成功一定要心狠手辣，就算自己人也不可以心软，因为在利益当前，什么亲情都是假的，父子会反目，兄弟会相残，夫妻会翻脸，所以啊，你还管什么爸爸弟父的？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掌控一切。我知道了。妈咪 ，Hello， 安高高。Hello， 坐。啊。安高高啊，谢谢你派司机到学校来接我哈。哦，我听你妈咪说你有课外活动，怕你来不及，所以叫司机弯过去载你。怎么样？我的司机对你有没有礼貌啊？哦，他很有礼貌啊！我把你的车弄到一团糟，他都没有生气嘞。你把安哥高的车怎么样了？哦，我在车里做小手工嘛，可是一时失手啊，刀片划破了车座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那可是真皮椅子啊！都说是一时失手。你怎么可以在车上做手工？无聊吗？所以去做手工喽。哎呀，妈咪，我保证以后不会这样做，更不会啊，在车里用强力胶。什么强力胶？是啊，我要用强力胶粘东西吗？可是谁知道一不小心把整罐强力胶都打翻了。整罐？强力胶哪有整罐的？有啊，那有家私店的人用来粘家私的咯。结果漏到满车都是，这次啊真的是闯了大祸了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安哥高特别叫司机去接你，却把他车搞成这样子，那可是新的宝马。哎呀，不错都错了嘛，你要我怎样？
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那么糊涂的。安哥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是我和你八字不合，所以啊，连坐你的车都会发生那么多事。你胡说什么？真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叫东西吃吧。我口渴，现在口水啊。问问你干什么？哦，许好病啊！我又刚在学校补了牙。真然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叫东西吃吧。俺哥高大人有大量，你还不快点谢谢俺哥高？哦，安哥哥，谢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哈。哦，对不起，放了个屁。你好了哈，不要再胡闹了哈。哎呀，开个玩笑嘛。安哥高大人有大量，一定不会见怪。安哥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快点点啊！要吃什么？再看呢。快点啊！安哥高的时间是宝贵的。哎呀，还没想到吃什么啦。好了没有？给我雪糕。正菜还没有吃，你在吃雪糕？哦，对哦，对哦。那给我牛排。等一下，不好了。我刚补了牙，牛排太热，牙齿会痛的哈。那给我猪排。哎，真的不要，我不太喜欢吃猪嘞。没关系，让他慢慢挑，慢慢选吧。我们的东西先来。好的。不要宠他，给他一块鸡排。妈咪，我不要。就这样吧。是的。喂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的？说是请我吃饭，可是吃什么又不让我自己决定。你妈咪这样做是对的。既然你不懂得怎么决定，就让她跟你决定，这样你以后才学会怎么做决定。万里，你为什么不要说你们当然都是这样霸道的？什么事情啊，都是你们说了就算，一点都不尊重我们，连吃一口饭都没有自由。文文，你不可以对安哥高这么没有礼貌啊！他不尊重我，我何必尊重他？老实说，我看他这一张脸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。现在听他说话，我更是连呼吸都困难。我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文文，让他走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对小孩子根本不需要发脾气，他们听话就让他们吃，不听话就不给他吃。就好像家里的狗一样，一定要他顺着我们，不是我们顺着他，这样他才会乖乖的听话。要他站就站，做就做。这怎么？你不同意我的话？不是。你觉得我把你女儿跟狗相提并论，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那你就错了。小孩子跟动物一样，必须要驯服他们，就好像管理一间公司一样，必须让你的属下对你敬畏。他们只需要执行你所下的指示，而不可以让他们来挑战或者质疑你的权威，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成功。我知道了。文文，他在冲凉。你来干嘛？哦，我来带温温。你不是昨天跟他在一起的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1个星期才能见他1次。嘉喜啊，温温他想跟我住在一起，我希望你能够同意。那如果他跟我一起住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林学志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开这种玩笑啊。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啊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要跟那个高志安同居呢？那又怎么样？那你是不是要把温温也带去？那还用说？你知不知道温温他根本不想去呀？他想也得去，不想也得去，这里没有他选择的余地。嘉琪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温温他都已经12岁了，他不想跟的人，不想做的事，你怎么可以逼他去跟，逼他去做呢？你说的对，他就是只有12岁，等他21岁长大成人，你才来跟我说这些话也不迟。妈咪，妈，以后不要随便给人家进来我们屋子里，要不然我的女儿给人家绑架，我也不知道。懂不懂什么叫绑架？就是 kidnap。啊，你说 Sir 会 kidnap 文文，怎么会导致文文的 daddy？如果他没有
有得到我的同意把女儿带走，他就是 kidnap。嘉熙呀，我是来好好跟你说的，你不要说的那么严重好不好？我们可不可以平心静气的坐下来，为温温的前途和未来想一想呢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温温的前途，她的前途跟未来不需要你来操心。你也知道，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，尤其是对小孩。温温啊，她现在正步入最敏感、最容易误入歧途的年龄。你现在逼她去跟高志安住在一起，她会抗拒的。到时啊，一定影响到她的学业和心理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又何必去勉强她呢？如果你想去跟高志安同居的话，你自己去好了，你不要带她去。温温呢，就让我来抚养、来栽培。你的如意算盘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温温会对志安那么反感，是因为你在那边挑拨离间，你不停的耍诡计，要破坏我跟志安的感情。我哪里有？还说没有？那天我跟志安要出国，为什么有个女人跑出来捣乱？那不是你花钱请的吗？那，你不想看到我有好日子过就算了，为什么连温温你也不给他过好日子？跟高志安这种人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？他根本就是一个冷酷无情，而且还会出手打女人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对温温好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这一切都是你编造出来的。没想到你的人这么阴险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止找个烂女人来演戏，还编造那么多证据来污蔑志安，你真的是不要脸啊！总之，我是温温的爸爸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温温去叫这个男人做爸爸的。哈，这就是你的真面目了！你自私自利，自己可以在外面搞女人，我交男朋友你就来搞破坏，破坏不成就跟我抢女儿。你不想我过好日子，你只想我一辈子孤零零的过生活，你自己可以去风流快活。我哪里有？还说没有？如果不是你在背后搞破坏的话，温温怎么会那么大胆？他今天搞出那么多花样，是不是你教他的？什么花样啊？你不要装蒜了，是不是你教他画烂志安的车？啊！哎呀，爹爹就像以前一样，不是妈咪的对手啊！是你教他往志安脸上喷水。baby， 无耻下流！嘉熙，你不要以为你叫我就怕你啊！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带走温温。你敢吗？我就敢走。你们可不可以理智成熟一点呢？你们大家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妈咪，你有追求你自己幸福的权利。如果你继续跟高志安在一起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你。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强逼我啊？不可以，因为你还是个小孩子。我是你妈咪，也是你的监护人，我去哪里你就跟我去哪里。你只要照着我的话去做就行了，不要执意挑战我的决定。哦，这个是不是高志安教你怎么说的？没错，是他教我的，我还跟他学了很多东西。他早想到你会有这一招。他说，如果你跟我抢温温的话，你就准备跟我们打官司，你到时候一定会倾家荡产的。倾家荡产就倾家荡产，总之我会跟你争温温争到底。妈咪，打官司你不一定会赢的。如果法官问我意见，我一定会说我要跟 Daddy。你说，法官会怎么判呢？我真的是白疼你了，你竟然受他摆布，和他联手来跟我过不去。Daddy 没有摆布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妈咪，你刚才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我对阿哥高的态度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好感都没有。当我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不能控制的做出一些令人反感的事，比如说破坏他一脸的水，跟破坏的场所。所以，为了避免我把他气到心脏病发作，他最后就是不要我。你，哎，如果你敢打他的话，我就报警。你敢闯进我家里，我不只可以打你，我一定砍你了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。
该愤怒，还是该认输？爱到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相隔两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。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，能不能